大家早上好，老潘讲故事和土拨鼠札记给大家直播星舰巴菲第二次尝试，直播已经开始了啊！直播已经开始了。好，大家好，大家好，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这里是土拨鼠札记，然后我看看这个 X 上面的直播好像是要比这边要快。行，你去试那个吧，你先，要不然你先把 PPT 放上来，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好吧 ？PPT 这样的，好，我来研究一下。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札记，今天又是我和老范一起来联合直播星舰的巴菲。那3月4号的那天早上呢，也是做了一次，可惜就是这个发射流程执行到负40秒的时候，那么因为一些问题，就是取消了当天的发射，然后呢就推迟到了今天。至于当时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大家不用着急，待会儿我会介绍到，在这个 PPT 里就有。那老范，咱们下一页。别着急啊，稍微等我一下，我来把它这个东西稍微调整一下，让我们能够看到。好了，行，那这次星舰巴菲的这个巴菲的星舰和七飞类似，它的这个组合呢，也是采用的是 V1 版的超重和 V2 版的飞船。V1 版的超重的编号呢是 B15，V2 版的飞船呢是编号是 S34。所以因为是V1 版的这个超重，所以超重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状态变化。那它只是相比以前的超重呢，只是做了一些可靠性的提升。所以就是咱们暂时不多做介绍。那 V2 版的飞船相比 V1 版的飞船就有了很多变化。大家从屏幕上这个画面两侧也能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图示。实际上都是在讲它的变化。咱们来看一下 V2 版的这个飞船的变化都有些什么，看第2页吧。行，首先看一下飞船，就是这个外形的变化。那从左侧上方这块我们能看出来，相比于 V1 版的飞船 ，V2 版的飞船就是高度增加了，高度从原来的50.3米增加到了52.1米，这是第一个变化。然后呢，从这个左侧下面这一块我们能看出来，就是实际上这也算内部的，不能说是外部。等于我现在就补充一句，不仅是高度增加，它的推进剂的这个装载量也增加了，从原来的这个1200吨提升到了这个1500吨。不过我估计就是正是因为它这个推进剂的这个装载量增加的比较多，而相应来讲长度变化、高度变化增加比较少。所以它实际上货舱的容积应该是有所减小，这是我的一个猜测。然后我们再看左侧，左侧的话，从这2个箭头可以看出来，这个飞船的前襟翼，首先它的安装位置向上，向这个飞船的顶部移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它前襟翼的这个前襟翼的翼面形状，也从原来的直角梯形变成了一个斜边梯形。第三个是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前襟翼的翼面面积也变小了。从右侧下方的这张图呢，我们能看出来，就是说在这个俯视图上看，那么这个前襟翼原来是左右基本上是维持一个水平状态的，那么现在呢，它出现了一个上返，这个在飞机上的机翼翼型设计上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不管是水平、下返还是上返都比较常见。上返的话，主要是增强它的这个飞船的控制能力，特别是自动回正能力。这就有点像我们开车打方向盘，拐弯的时候拐过去以后一松手，那个方向盘会自动回正，这个基本上是同一性质的。下一张。刚才说了，就是说飞船的内部也有很多的改进。咱们现在看到这个改进，首先就是一个内部结构。左侧的是 V1 版的星舰，它的内部结构还是横架和蒙皮的这种结构。那现在改进成了冲压结构，我们明显能看到就简洁，然后这个明快了许多。
但其实另一方面是它可以就是大量的减轻重量，当然就是制造成本，怎么说呢？要开模具，模具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往下吧。然后下面就是我们来看 V2版飞船的其他几个改进。左上这个图呢，表示的是它的这个电池系统，上面的电池电源系统呢，这个供电能力增加，应该是增加了相应的电池的性能增加，还有一个是数量增加。第二个是升级了星舰飞船上的这个星链卫星系统，使这个下传的这个速度呢能够达到120兆。这样的话给我们直观的好处是，这次如果发射的以后，我们能够看到的就飞船和超重分离之后，我们能看到更好的画面，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最下面这个图呢，实际上是这个指飞船上面这些管路的外层，它实际上再加了一层这个真空层。这个的作用呢，主要是可以让管路进一步提升对管路的保温。然后也提升管路的这个强度和刚度，对管路对这个燃料供给系统的管路会比较有帮助。然后左侧上面这张图呢，表示的是采用了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新型的这个 TOF Rock 防热瓦。我们知道 TOF Rock 防热瓦呢是 NASA 阿姆斯研究中心研发的一种这个防热瓦，用于取代这个航天飞机的RCC 防热瓦。目前呢也是用在像这个X-37B 还有 Dream Chaser 以及星舰上。那这个防热瓦应该是属于目前性能比较好的防热瓦，基本上最好的。通过调整不同的配方，那么可以让它的防热性能进一步提升，当然价格也会进一步提升。它本质上是一种碳氧化硅型的那个陶瓷防热瓦，是这样的。但是星舰这次呢，它实际上不仅要测试这个新型的 TOF Rock 防热瓦，它还会搞一些 SpaceX 自己的这个金属防热瓦。目前的这个 TOF Rock 防热瓦呢是SpaceX 引进 NASA 阿姆斯研究中心的技术自己生产的。那它那个金属防热瓦的话是 SpaceX 自己的技术，那就是我们可以看今天星舰飞船这个载入大气层之后突破热胀的时候的情况。中间这个图，右侧中间这个图呢，是表示的是说，在这个防热瓦的下面还增加了这个主动冷却系统的这个管路。实际上，它就是利用飞船上多余的这个低温推进剂，对它进行这个降温。我们能看到这个防热瓦，这个就是这蓝红的这个长条，实际上它就是表示的是这个主动降温系统的管路。那么它这个防热瓦外面这几个六边形呢，它表示的是防热瓦。5个黑的表示的呢，实际上就是外圈的5个黑的表示的就是 TOF Rock 防热瓦，而中间这个灰色的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SpaceX 自己准备测试的金属防热瓦。那最后呢，再说一个就是说相应的，因为现在飞船未来要执行火星任务或者是月球任务，都需要进行在轨的推进剂这个补充，才能够前往这些更遥远的地方。所以的话呢，星舰 V2版星舰也升级了它在轨推进剂的这个补充系统的连接管路啊什么的这类的东西，大概是这样子。下一页。这是在2月24号，这个 SpaceX 就起飞的这个星舰出的一个报告，应该是其中呢就包括了起飞星舰。我们都知道起飞的这个星舰，1、2级分离之后，超重是成功的被快速回收了，但是呢这个飞船呢在8分多钟的时候就解体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 SpaceX 的这个报告里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行，具体是什么咱们往下看。这里面实际上就是 SpaceX 这个报告呢，那我把相关的这一部分用英文对照的下面用 Google 翻译，下面那个中文给大家也都列在了这里，大家可以就看一下。简单的来说呢，实际上就是说是飞船飞出大气层之后，那么在位于这个往下一页吧，往下一页。位于飞船的这个
液氧柱箱的底部，就是我们看到箭头所指的这个位置啊，液氧柱箱的底部和发动机的这个上部，防热罩以上的上部这个空间，它叫阁楼 attach， 在这一部分呢，实际上因为进入这个非抽大气层之后，然后会出现了一个这个震动谐振，震动引起了谐振。然后谐振造成了连接管路的一些松动，松动就导致了泄漏。燃料推进剂泄漏之后呢，这些泄漏出来的推进剂就驻留在了这个我现在箭头所指的这个阁楼区域，而这一带正好那个排气系统就是通风系统又不是很好，通风情况不是很好，所以在这出现了聚集。当遇上火焰的时候，就发生了燃烧。当飞船上的系统检测到这些燃烧的发生的时候，就主动的关闭了飞船上的当时的5台发动机。那然后呢，当时的现象实际上就这样：先是5台发动机依次关闭了，然后呢，就是飞船最后解体了。实际上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推进剂泄漏导致的，泄漏到这个区域，然后在这个区域引发的爆炸解体。那再进一步说呢，就是什么导致的泄漏呢？实际上就是谐振。那我们下面再往等会儿啊，上一页回来吧。然后具体这次飞船上采取了什么措施呢？它实际上是主要是增加了这个管路连接的可靠性，推进剂管路连接可靠性。另一个方面呢，它等于是在这个就是阁楼这个区的外壁面上多打了一些通气孔，让这里即使有一些泄漏的话，这个气可以散出去。那未来的这个 V2版星舰，它会减少这个管路的连接的数量，然后呢，压缩这一步的空间，同时进一步增强它这儿的通风情况，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目前呢，我们现在 S34飞船呢，后面的这些还做不到，就简化管路什么还做不到。它现在只是增强了连接，然后增加了通风性能，这就是这个。这就是以上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星舰7飞的大概的这个情况，事故情况和8飞的这个和那个 V2版飞船相比于 V1版飞船的这个情况变化。那这次的就是主要的我们几个看点，8飞星舰的主要几个看点应该是什么呢？首先，8飞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解决7飞的问题，具体怎么解决，我刚刚介绍过了。第二个呢，就是说是8飞其他的那些任务，应该就是完成7飞没有完成的或者已经完成的。首先呢，就是这个超重的这个回收。那超重回收的话呢，是希望它的这个回收动作能够进一步的更完美一些。所以呢，老范可以放一下我给大家就你发的那个视频，咱们可以看一下星舰5飞、7飞筷子回收超重时候的对比。大家看一下屏幕上，现在就是星舰5飞和7飞的这个筷子回收的对比啊。从头看，对，可以看一下这个5飞和7飞这个差别还是挺明显的。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希望8飞的时候这个筷子回收超重能够回收的就更完美一些，大概是这个意思。咱们回到 PPT 吧。行，那这就是回收，再往下看。那这次还有的呢，是主要要进行第一个，实际上就是顺序上，我这没有完全按照顺序来给大家排这图啊。实际上第一个应该是部署10颗星链模拟卫星，然后呢，大概在40分钟左右的时候，发射后40分钟左右会测试这个在轨再点火。那么在这个再入大气层的时候，实际上主要测试的是新型防热瓦和主动的这个冷却系统。大概这就是8飞最主要的几个实验项目。行。然后咱们现在就来说一下星舰7飞的时候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我这个日期写错了，抱歉。3月4号，这个星舰8飞的第一次尝试，星舰8飞的第一次尝试，为什么停了？停了之后，马斯克马上就发现了一个推文，在这块说 "Too many questions marks about the flight and then we were 20 bar low the ground spin star pressure"， 主要就是最后这句28比这个就 ground spin
start pressure 的压力，就是 ground spring 开始压力，比正常情况低了28。这主要指的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再看下一张图。那我们看左侧是一个这个土星5号运载火箭的第2级和第3级的这个上面使用的 J2 发动机，这是一款氢氧发动机啊。这个发动机的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结构简图，我这里给大家标了一个红色的这个高压气瓶。这个气瓶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个气瓶主要的作用是用来驱动这个涡轮泵，来为这个燃料来供压的，为这个就是液氧和液氢来增压的。然后看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说，但是星舰使用的是猛禽发动机啊，它不需要的，就是说它那个涡轮泵不是像那个不是直接通过这个气瓶来进行驱动它运转的呀，应该是通过这个预燃室驱动涡轮泵啊。所以的话，所谓猛禽发动机，它叫全流量分级燃烧循环的这个发动机嘛。那它这个和我这张图有什么关系呢？右侧的这个猛禽2发动机，那我给大家也标出来了这个甲烷泵和这个液氧泵，甲烷燃烧室和液氧燃烧室的这个区域。实际上呢，图中没有标出来的就是它应该也有一个小气瓶。小气瓶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你那个预燃室点燃的时候，也需要让这个涡轮先转起来，让预燃室也形成一定的压力。那这一段预先转起来的这点压力由什么提供呢？应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还要有一个小气瓶来实现。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们汽车上那个启动电机。就是那个启动电机，你可以就理解成启动电机，那就是现在说启动电机的这个就是小气瓶这个压力低了28，那这个数应该是不小了，像28就是2兆帕了，应该是已经不小了。我们一般的汽车的气压，汽车轮胎的气压是2.58，大概就是这么个水平。所以的话，他们等于 SpaceX 的这个工作还是很迅速的。当时他们首先，大家可以想一想啊，3月4号发现问题之后，那么首先呢，他要把这个1级就是飞船从已经超重上给它掉下来，然后检查完了以后要分析原因，分析完原因以后要制定解决措施，然后要处理完了以后要再调回去之后还要进行测试，是这个整个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所以事实上是直到昨天下午，北京时间的昨天下午，他才真正又把那个就是飞船给调回到这个超重上，调的过程中还调出了一个多余物，那又进行了现场又处理，又耽搁了一段时间，所以整个 SpaceX 的工作效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往下吧。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星舰飞船的整个星舰8飞的整个这个飞行剖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德州这个发射之后，那飞行到墨西哥湾的上空，然后超重和飞船就会分离之后呢，超重会做一个空中翻转，然后飞回到这个德州的这个博卡奇卡，然后用快艇来回收。飞船呢就会继续往前飞，最后降落在澳大利亚西北的这个印度洋上。然后呢，现在大家看到的实际上就是星舰的这个8飞的整个的飞行时序了。那飞行时序里面，实际上咱们可以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1、2级分离的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在2分40秒左右。第二个呢，就是筷子回收超重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在6分57秒左右。然后第三个呢，是大概发射到17分20秒的时候，星舰飞船上的这个货舱门就会打开，然后开始释放模拟卫星。然后大概进行到37分钟的时候呢，这个星舰会进行猛禽发动机的在轨再点火实验。然后到47分钟左右的时候，那么星舰就会开始载入大气层。我们就可以看这个
防热瓦的情况。最后，星舰飞船会在大概1小时06分钟的时候降落在印度洋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第三人称视角的画面。这个时候主要看它降落的精度，因为如果要是降落精度高的话，星舰的9飞可能就会用最新刚刚建成的这个第二个在博卡奇卡的第二个星舰发射塔来回收这个超重，回收飞船，然后用第一个发射塔来回收超重，大概是这样。而且9飞还很可能会使用的这个超重呢，很可能是7飞复用的超重。所以如果8飞成功的话，9飞应该是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一次试飞。我介绍大概到这里吧。好，那我们来把那边的画面切出来。来，走你。好，这是这边画面了。我昨天好像看到说，在太空站上那2个宇航员说：“你别来接我们，我们这儿待着好着呢。”是吗？对，原来说把你接回来吧，说不，我们不回去。不是飞船已经接他们的飞船已经在国际空间站上了，库9飞船，现在应该马上要发射。现在马上要发射的是这个库10，可能下周发射。那库10发射上去，库9就要回来了。是，因为那个女性的那个宇航员说，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这个科技在这里研发，然后渐入佳境，我们就准备在这儿待下去，还不是回来的时候。现在还有8分半钟就该发射了。对。所以整个来讲，我觉得再跟大家稍微补充一点吧，就是昨天晚上还有一个这个直觉机器公司的那个 Nova C IM2 任务着陆月球。那这个因为今天要做星舰的直播，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再做那个的直播，为了保存一点体力和精力。昨天晚上实际上除了这 IM2。那个待会儿再说，马上就说啊 ，IM2 的那个待会儿再说。然后昨天晚上还有一次是阿里亚纳6运载火箭的第2次发射，所以昨天就这么短短的不到12个小时，3件航天大事儿。然后简单说一下 IM2 的着陆月球情况呢，等于它落到月球上之后就出现了一些异常。首先呢是这个。发动机半天没关机，就看着应该已经落到月表了，但是半天没关机。第二个是很快没有拿到这个月表传回的信号，就是图片信号，有这个数据信号UHF 信号有，但是这个图片信号就没有拿到。那现在在几个小时前吧 ，NASA 那儿刚开了一个这个新闻发布会，具体什么情况我还没顾上看，但是从后来发出的这个照片来看。飞船的这个落月以后，这个可能是躺着了，姿态可能是躺着的了。如果要是躺着的话，对这个 IM2 来执行后续的任务就比较麻烦，因为它这次主要任务是在月球找冰，上面有一个冰钻，你要躺着，你那个冰钻就根本就说不定就打不到地面了，根本上。另外，它还带了这个月球车，能不能释放也成问题。第3呢，就是它还有一个叫那个 Micro Nova 的这个蹦跳式的这个月球探测器，也是准备跳到月球的那个深坑里去找冰去，那估计也不行了。所以的话，这次等于后面我再收集信息，再给大家做节目吧。但是就是说，现在最少这个就是萤火虫公司的这个 Blue Ghost。是基本上是完美落月，而且它的落月精度是在这个100米以内，这就是非常非常高了。那就是我们知道不管是这个 Nova C 还是这个 Blue Ghost， 都是 NASA CLPS 项目里的这个参与者。所以的话，实际上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找水找冰的这些任务，那很可能可以安排下一个这个萤火虫公司的这个Blue Ghost 去完成，因为这次没有把这个找水找冰的任务交给这个萤火虫，而交给的是这个直觉机器，是因为直觉机器已经有过一次落月，而这个萤火虫这是首次，所以只能给他安排将这个任务这个分量稍微轻一点的任务。
就是不是那么重要的，把重要点的任务交给这个直觉机器。毕竟直觉机器上次是成功实现了软着陆，而且着陆之后它的这个姿态呢，只是大概倾斜了不到30度，没想到这次大概倾斜了将近90度。大概是这意思。这就是还昨天晚有上的4分钟，对，他还没给倒计现场时还画面嘛。在往前走。对，也有朋友的就是说这个 IM 这个公司后生存都有问题，同样的错误犯了2次。我给大家发了一个那个，在我的那个网站上，在我的一个频道上，大家可以看啊。实际上，萤火虫的这个 Blue Ghost 着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左侧的这个支腿明显它的这个是发生了一个调整。本来的时候，那个支脚盘和地面接触的时候就直接和地面接触，然后突然高起来一段，那应该是它的支腿的一个具有自适应调整的一个能力的显示。但是看这个Nova C 这个支腿的结构，我看不出它有什么可能的这个调整的能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直觉机器公司这个 Nova C 在设计上、功能上的可能有一些缺陷吧，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估计90度你咋调你也调不过来，就是它肯定还是会设计一点。不，你的90度的造成最后90度的不一定可不是那什么，就等于是你要是具有调整的话，你收一点可能就不是90度了。是，就可能就能立住了。对。这个有朋友在问是不是一会儿又要停止检查，这个得看。正常的。这属于偶发事件或者叫不可预计事件，是吧？说这个有空涂老师讲为什么偏离100米，感觉还他是这个意思。月球你现在连基本坐标都不好建立啊，你要它现在只能是说，比方说它不像地球有经度、纬度什么的，月球上没有啊，所以你只能是做一个指一个标志物，然后我以这个月球标志物偏离多少度，你只能是这样来做的。还2分钟。对，希望今天能够顺利。希望如此吧，希望如此吧。反正星舰现在都属于试验阶段。大家可以看啊，在这个图片的最左侧，画面的最左侧就是新的发射塔。如果要是这次飞得好，久飞的时候的超重，飞船就要用它来回收。我们现在看这个新塔，这个筷子也已经在做好了，在它的现在停在它的最底部，停在这个塔的最底部。这儿有以后祖国占领了月球就给它标上经纬度。美国 NASA 已经开始要干这事儿了，已经着手在干这个事儿了。它这2个塔有多远呢？我估计大概几百米、1公里吧，几百米。不是很远。因为总觉得这2个塔有点近。对，我也觉得近，几百米，也可能最多也就1公里。真是比较近。是，有人说是不是泄漏了？这个应该都那不是泄漏，白色那个是冷凝形成的雾气。我记得上一次咱们看的就是整个这个基地全都是那个雾，今天好像就少多了。上次等于天气就有雾，那这次的这个天气要好多了，是看的应该也精彩多了，画面感上应该也好多了。这种就停在了负40秒的，对，又停在了负40秒啊。好吧，咱们再等一等。这个40秒，估计就是40秒的时候去查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
行，BERT 123在这块不是说泄露，我正好它停在40秒，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实际上是什么？就是说，低温推进，哎呦，又走了。行，让我补充简单的说吧，就是低温的加注停到这儿的时候，它应该是已经转换到了补充，不是那种大流量加注。补充的时候量就是要加进去多少呢？就是蒸发了多少补多少。所以的话呢，你那个供给量会稍微多一些，多出来的就会排出去。你排出去的不管是液氧还是甲烷都是低温的，所以遇到海边的湿空气，那湿空气里的水就在它周围发生凝结，就是你看到的那白雾了。好了，我们马上要开始了。5、4、3、2、1 ，OK，开始了。点火起飞，哎呀，这次终于成型了。终于成型，终于成型了。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是。那下一步我们就是要看的就是大概2分40秒左右的这个1、2级分离了。分离之前呢，它的这个我们注意这个超重上，就是左下角这个这个图标啊，大家看到是3圈最中心是3个小圆圈，那是中心3台发动机，然后3个小圆圈外面是外圈，这是10个小圆圈。在这10个小圆圈，中圈这10个小圆圈外面还有这20个小圆圈，就对应的是，超重底部的这个发动机的，就是这么排布的。到这个大概2分30秒左右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所有的就这图标上的中圈的10台和外圈的这个20台都会，这小圆圈的白色都会变成黑的，我们就只能看到中间的这3个小圆圈还是白的，还是点火状态的。等到这个超重和飞船分离之后，那么马上这个中圈的这个10台会再次点燃。在星舰起飞的时候呢，曾经出现了，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这个中圈的10台里只点燃了9台。那我们这次看在8飞的时候，这个当时的这个小事故吧，或者状态吧，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得到改善，是不是10台都点燃了？这就是等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来看这个整个这个飞行姿态还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是。很快就要速度不断上升，很快就要那什么了。2分多钟是不是该分离了？2分40秒左右，2分42秒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分离。对，现在是2分22秒25秒，对，应该差不多了。对，所以已经关了，大家注意到了吧？好，已经关掉了，就剩中圈这3台了，然后马上就应该是分离。对，分开了，大家注意到是2个点了，现在。这次负点又2台没有再次点燃，超重上2台发动机没有再次点燃，上次是1台。上次分析1台的原因，只有1台没有点燃，是说点火系统的这个功率不够，加大了点火系统的功率。但是这次还是有这个等于分离之后，这个空中再次翻转的时候，这个竟然出现了2台没有再次点燃，看来 SpaceX 还要努力。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超重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回收啊？咱们往下看吧，筷子回收，对。这是8飞的这个第一个不太如人意的地方了，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我现在装了多少摄像头？反正增加了很多很多。行，现在的又看到又变成只剩中圈3台，很快中心这3台也会关机啊。这就说明什么？它在这个空中翻转的时候，这个转身应该已经做完了。然后就是这个中心3台保留，是让它飞到相应的位置去，大概是这个意思。2台不点燃的话，从理论上讲，就是说，
不会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发动机的这个飞行来实现，就是说不会造成影响。但是软件制作的时候有没有真正达到这个的话，那要看。我估计 SpaceX 还是能做到这点的，就是有些情况就等于是他考虑到考虑不到的问题，不是硬件性能的问题。如果考虑到了，就能够做到。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未知的领域。所以的话，那个每一个出现这个情况都是一次认知的突破。那这次出现了，可能我们即便做不好，下次再出现2台的时候，我们就能把它做好。行，然后就是6分多钟的这个，6分多钟的这个那什么了，6分多钟的时候的这个筷子回收超重了，就是我们看的这个重要这点，大概7分钟，6分57秒左右。对，现在是所有的超重上的发动机都是停的。对，它会，然后会再入大气层，因为实际上它也飞出大气层，飞到110公里到120公里左右啊。现在这是这个现在的画面显示的是超重这个抛掉它这个热分离环，或者我们叫极间段。这个画面是超重抛掉它的极间段的画面啊。它应该是这个空中翻转翻完了以后，差不多就是抛这个位于超重顶部的这个超重和飞船中间这个极间段。超重现在应该算是竖过了。EN1 在就是说，感觉中间3台不出问题。它现在的话，它这个再入大气层的时候要中圈3台，内中心3台加上这个中圈的10台要短暂的再点火，快速减速，然后这个中圈的10台会马上再关机，保留中心3台最后再这个中心3台会晚一点关机。然后最后在着陆前，中心3台只有点火了，关机。这次点了9台，刚才没点完点着的2台里面啊，行就完了。现在是中心3台，这次9台，刚才的那个好回来了，回来了。我们看回收，注意。这次停的啊，这次停的就是也回收了，肯定能是回收了。但是这次停的就明显的超重的这个舰体啊，离塔体就偏近了，比上次要近，比起飞的时候近。咱们待会儿可以再看看起飞的，比起飞的要近了。它应该再偏远一点，这次有点靠近，我估计就是它这个中圈和中圈发动机的有没点火，特别是空中翻转之后，最后减速的那时候有没点火成功的，有一定影响，会有一定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是一个主要影响。这就是大概这次的这个情况。对，筷子算夹住了。对，这次就有个小遗憾，但是到目前为止还都是顺利的。所以我们下面大概要就是说比较让我们注意的呢，就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先看大概到9分钟吧，因为毕竟起飞的时候是8分钟它解体了嘛，飞船。我们先看一下飞船在这个上面飞的怎么样，然后如果要是基本上还正常的话，关发动机还剩2。现在关发动机关的也不是很正常。飞船上这个发动机关的为什么是有2台？完了，太转了。我估计他现在这个整个的姿态控制不住了，感觉。对，这个姿态有问题，这个姿态有问题，飞船的姿态出问题了，飞船的姿态出问题了。大家就看啊，现在飞船的姿态失控了。看来 V2的这个飞船还真的不是那么好实现啊。估计这次又不行了，飞船的这个姿态已经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像这种情况，我觉得想控制回那个什么就不太可能。嗯，还剩一台，估计马上就没有画面了。恐怕现在其实已是这样。经没有那种画面了，对。对对。现在估计已经开始说这个很遗憾了。应该是很遗憾，很遗憾了，应该是很遗对，憾，很遗憾了。看来 V2版的这个飞船这一块儿，他们那个改进怎么说呢？它的改进的比较多，所以嗯，的话，它等于我们现在不太清楚，它相比于 V1版这个，就是因为在这一块儿主要是发动机和这个嗯，就是燃料供给系统这一块儿的事儿。和前面我刚才给大家介绍前襟翼那些的，那是要用到在大气层内飞的时候，就再入大气层的时候才有用。前襟翼在大气层之外是没有任何用的，所以那些改进不会对它进行影响。但是，嗯，关于发动机燃料供给系统这一块的这些改进，是会对飞船产生这个相应的影响的。那我们这次看到，等于又出现了它这个发动机提前关机，或者说关机不正常，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再看吧，然后它先是发动机的这个关机不正常，然后紧接着呢就是这个姿态就出现了这个失稳，大是，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估计不用太去等 SpaceX 这儿的这个信号了，后面的了，它已是，经不太可能再出现什么逆转，主要就是看后续的这个SpaceX 怎么公布它这次的出现的问题吧。嗯，大概是这样，这很快。个 OK，看看待会儿是不是有烟花放，因为也上次是很快就有这个烟花被传到了 X 上。那个有没有烟花，可能就是得到推特上看了，我到那儿看看去吧。对，我现在也在推特上翻呢，你在翻呢？推特上现在还在挂这个什么呢？挂这个超重回收呢？超重回收是呢。吧？超重回收，对，这你个翻翻。现在还没有看到有烟花的这个视频出来。呃，应该是要有的。是，就看哪儿拍到了。我已经看到有一张了，这个 T_Zero System，你关注这个，已经在空中出现了一个什么？没事，稍微等一下，对，我估计应该很快就会出来。再刷新一个，这边是挂的是，放的是超重的这个。马斯克现在在啊，马斯克这是16个小时之前的，没有看到这个烟花。detonation 就是爆炸了，我在嗯，推特上已经看到了。是这种东西肯定还是要把它炸掉了才能够放心啊。对，失控的话，你肯定要自主引爆，但是你在哪个位置引爆也是个事儿。如果下面正好是个城市呢？对，对吧？如果下面正好是纽约呢？啊，这个他们上次是在太平洋的那个岛上嘛。那叫什么？对对对，多米尼克附近吧？是不是多米对，尼克附近？下边一帮人在这儿那个什么，在这儿这个欢庆，然后马斯克还说这个很漂亮哈。我看到有朋友在这块发的这个挺好，责任全在乌克兰，责任全在乌克兰。我觉得这个挺好，是责任全在乌克兰。是，但是我觉得啊，实际上是这意思，就是连续2次，咱们来做一下9飞的预测吧。连续2次的失败，第一个9飞和8飞的间隔期可能会比较长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啊，就是可能1个月时间应该不止了。然后那 SpaceX 今年想打15次星舰，估计是实现不了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是9飞最后的这个任务应该还是就是实验项目应该还是和7飞8飞一样，主要等于就是几部分吧。第一，改进，把这次造成事故的这个给落实，然后呢，改进措施落实，经过测试，然后才能9飞。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以前欠什么活都得补上。是。有朋友说 V2 是不是太激进了，改动太多了？回到 SpaceX 住一段时间了。他现在精力没放在这儿，他不是放的。而且说句实话啊，我现在吐个句槽，就马斯克在推特上发那个文，就评论那个3月4号那次的那个，就是说那次发射后来 scrapped。我觉得就是马斯克就这么做让我很惊讶。就是说什么呀？你本身是这个公司的老板，是吧？你有什么事儿你不用在推特上说，你就那个什么，你有他自己的就跟这个渠道。川普一样，推特治国，推特治公司呗。对呀，你不用这样。而且的话，正经这个应该是什么？这个反正最少在我们这儿中国，这应该是你找那谁去，就是说是找真正的总工程师，就是说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这些负责人去谈这些事情先。他现在这风格有点改，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改。这个反正在这种人手底下干活呢，一定是压力巨大，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对，我这是这意思。我以前碰上过这种类型的领导，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后边这个 SpaceX 的这个关掉了，他已经把信号掐了。对，是这意思，已经没有必要再去看他那儿的信号了。是，整个现在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有点遗憾。是遗憾。这个我觉得倒不用特别担心马斯克的经历，因为我原来有一次是到美国去，当时呢还有一个华人在特斯拉做 HR 的老大，然后给我们讲过一次马斯克的工作方式，就是他真的是每周分成几天，大概一天在 SpaceX， 一天在这个叫做什么特斯拉，一天在这个其他地方，当时还有什么 SolarCity 什么都在干活，然后他就来回飞。就是他的那个大部分时间是在飞机上，就是他下了飞机就在那个工厂里把问题解决掉，然后那个再飞到下一个地方再把工厂里问题解决掉。这个哪怕说现在再加上华盛顿这个事情，你像人家还带娃呢，对吧？这个我老婆说，你看看人家忙成那样还带娃，说你这个都干嘛去了？对，这个确实是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活法。他呢是非常多的时间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那么这可能没准过1、2周的时间，在这个 SpaceX 的这个车间里头睡2天地板，可能就解决一些问题吧。希望如此吧。反正我觉得，马斯克最近最少他的很多精力实际上根本就没放到这个星舰这一边。对，所以你现在来看星舰飞船从这2次飞存在的问题还是挺大的，而且呢，这次的超重。这个等于分离之后的这个中圈的10台发动机再点火，复现了上次这个7飞的时候的现象，而且还有所加重。那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就是说是上次分析的原因不对，就是说上次分析的点火系统功率不足，这个分析的这个原因是不对的。但是按道理，我们一般做航天的，就是说你分析这个原因是要有印证。就是说，我要证明出来，我要模拟一次点火不足，是不是它就出现这个发动机有一台点不着？如果我足了，它就全能点着。而且你要解释，那为什么我这个点火功率不足，以前都是这样，都是这么大功率啊？为什么以前就都能点着，这次就点不着，就有一台点不着？你这些都要做清楚。还有呢，就是说你做完了之后，你的改进措施要落实，那等于你现在先。不说飞船7飞的这个8飞第2次这个超重8飞的超重就复现了7飞超重的故障，那这就属于什么？这属于管理问题，真的就是管理问题。对。然后这是超重这一块，
飞船的话，等于我不知道它这次有什么新的这种突发的情况，特别不同于以往的情况出现啊。但是整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包括现在的他说这个我刚才一直在说这飞船，就马斯克3月4号让他们把1、2级给拆下来，然后我也给大家列数了，拆下来，你不要看啊，那也不是想拆下来几分钟、10几分钟就把那个那么大个儿的一个这个星舰飞船能够从这个超重上拆下来，那是50多米长、9米直径的一个那么大的东西。中间还有很多连接，电气连接、机械连接、管路连接什么这类的是管路没有，就是电器啊什么的，因为你有信号什么的嘛，这些连接你都要卸下来，没有几个小时，3、4个小时的时间你是做不到的，就拆下来。拆下来了以后，你要去查故障原因，查完故障原因之后，然后你还要制定解决措施。你当然你前面可以制定好多预案啊。但是你最后按照预案走，肯定会出现超出你预料的这些事件，该怎么处理，你要现场决定，你要现场来决定，要分析，然后要决定，然后制定完措施以后，你要落实这些措施，你落实也需要时间，这个我估计，反正最少要是在我们干的话，最少半天时间得有吧，就是。我指的是啊，已经是按照1天12小时来计算了，24小时来计算了，有12个小时得有吧。然后解决就分析，然后制定措施，然后解决完，然后还要兑回去，兑回去又得3、4个小时，兑回去之后不是就完了就可以发射了，你还要进行测试呢，你还要把测试做上，更何况在巴菲的这次等于分了以后再对上去的时候又。调出了一个那个对接的这个卡销，调了一个卡销，又耽搁了几个小时，所以你可以看，应该他们的工作压力真的肯定是太大了。这么大的压力下，他的工作质量能不能保证是不好说的。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什么的，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烟花，是吗？烟花没有，它只是空中有一个那个什么，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没事，再等一等吧，我估计会有的，就是要不然看看现现场，还是会有一个烟花。这儿有一个叫做我发给你，你先看看，读现场的那些留言，我发给你个那个什么，好吧？烟花视频在等啊，等着雨点不让他骂声。不是啊，我说你看看现场大家有什么？是，我也再翻一翻。好像 SpaceX 没有资金问题，是的。你别翻了，我翻。国内的航天公司都能融到资，这个国内好像就是这个叫蓝色什么那个是最近刚宣布了一笔融资。对。马斯克不务正业，对，这个我觉得不要想他自己能玩得过来，就让他去玩去。实在没钱了，可以学华为推出这个 SpaceX 手机。这个他一直在讲要出特斯拉手机。这次好像是在检测新舰，2代星舰需要磨合，是的，它这个迈的步子稍微有一些大。已经有关键咱们现在不知道。SpaceX 目前估值老范，你看看，老范你看看那个微信。在 Twitter 里搜他哈。对，你看看。我找一下。是，等1分钟。手。这次炸的没有上次碎嘛，而且是个晚上。
你看看，这看着还是挺那什么的哈。是，所以哎，就是这样了，没办法。是这个，我个人感觉就真的是，可能马斯克最近真的是有点疏于管这 Space X 了，所以就搞出了这看么特斯拉的这么个事儿。股价，是特斯拉的销量，特斯拉的股价，它肯定有原因，就是它疏忽这个事儿没问题，这个东西自己是可以去跑的，但是，就是它现在等于太招人烦了，有点儿。而且你说这个什么啊，不是啊，你那 SpaceX 这么运转的话，就离了你不行，这也是不行的呀。一个企业，像 SpaceX 这种东西呢，还是就是工程之外不可控的因素有点儿太多。我觉得每一次发射成功里头都有极大的偶然因素。对他现在的这种做法，就是我可能能知道我哪儿出问题了，但是我怎么是，成功了，我不知道。嗯，他现在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挺大的，就是说我这么做可能就是败了，我知道哦，我得去找原因，到底是出在哪儿了。但是嗯，成了，为什么能成的是属于完全不知道的，这是比较嗯，麻烦的一件事情。好，那所我们以，今天就到这里，嗯，行吧，你大概也就是咱们等这样了，下次飞。嗯，好吧好，这个？OK，反正每一次都是有值得期待的地方。大家再见。拜拜。